晋太元4年，西元379年，前秦大军围攻襄阳，鼓炮震天，血染城墙，万人叫疯。苻坚坐镇长安，连接战报皆不动声色，直到听见襄阳高僧道安与名士洗澡池已被擒获，他才大笑起身，说：“此役得一人办。”其中的一说的正是道安法师。为师魔道安法师能让苻坚如此身亡，他对后来汉传佛教的僧团有着什么样的影响？从他的生命历程，也许我们能找到答案。西晋永嘉6年，西元312年，道安法师出生于常山伏柳的一个书香门第，12岁出家，但因为相貌黑丑，被师父视为难成大器，派去田间劳作。整整3年，他默默耕作，扫地挑水，与人无争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主动向师父请求戒读佛经。师父将一卷5000字的变异经随手递给他，本意也许只是打发，谁知他带着经书下田，休息间读诵，傍晚时又来求借新的经书。师父就将近万字的成句光明经交给他。隔天他再度来还，师父开始起疑，请他当场背诵。道安一句不差，诵出全经。师父震惊了，这才明白这个其貌不扬、沉默不语的年轻僧人藏着过人的坚毅与天赋，于是便为他受戒，要他四处游学历练。从那天起，那位黑面少年开始踏上属于自己的修行之路。道安到邺城时，去拜见佛图澄。当时的佛图澄已是超过100岁的高僧，虽然佛图澄看到道安貌丑，但从道安的语谈中知道此人根气不凡，就与道安论法一整天。大众轻蔑责问道安，怎么好意思和大和尚讲话？佛图澄说，此人的见识不是你们可以相比的。之后道安便依止佛图澄为师，每当佛图澄讲完经，便令道安当众复述一理。有人不服，联合起来要考验他，道安法师沉着应对，逐一化解质疑，言辞铿锵，义理圆融，终于让众人折服。自此他在师门中崭露头角。随着道业日深，他也从一位学生走向一位足以独当一面的法师。经过10余年的历练与讲法，道安法师的声望渐渐传开，僧徒云集，慧远等年轻僧人先后投至门下，他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，博得了东晋许多官员与地方大族的敬重。然而他心里明白，这些往来与支持不过是乱世中的权宜之交，真正的道路依然需要他在孤独中坚定地走下去。道安法师身处乱世，讲经弘法之处也随着局势变迁而迁移。自石虎死后，北方政局大乱，他数度避居上党、长子、吉郡等地，最终决意南下。他虽未实际收到洗澡池邀请的书信，但仍因情势推动南迁，最后抵达襄阳，两人终于会面并成为深交。在避居的过程中，他与同学竺法泰、竺法和等人分头推展弘法。竺法泰前往扬州，因彼多君子，好上风流；竺法和则远赴蜀地。道安法师认为山水可以休闲，至于他本人，则亲率会员与400多名弟子进入襄阳，一住便是15年，直到襄阳陷落。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，道安从未停止弘法与建制。他推行出家人统一姓氏，不再沿袭俗姓或依附外来僧名，因为佛是我等师，当以师为姓。他建立僧团仪轨，制定60行道、布萨忏悔、讲经制度，强调僧人生活应有纪律，僧团应有制度与道风。他明白，信仰不能只是理念，它必须能落地，有形有序，才能在乱世中站得稳，也为未来留下路。道安法师在易经的贡献上也成就不凡，他虽每主译一部经，却为每一部经立下标准。他编撰众经目录，分类整理，判定真伪，并指出5中易经常见错误与3众不可轻忽的困难，成为后世译经者的重要依据。他为经作序，
做主是为让佛法的原意不在转移中流失。当制度已成，群众已聚，道安法师开始思考未来。听闻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求辞，他力劝苻坚设法引请入中土。鸠摩罗什尚在西域时，便以久闻道安之名，尊称他为东方圣人。但是罗什法师长期祖于凉州，他来到中国时，道安已圆寂16年，只能含泪感念，虽未谋面，却如师在我前。罗什进入长安，展开大规模译经，僧肇、道生、僧瑞等人才辈出。这场佛教文献黄金时代的开端，道安虽已不在，却早已为他们准备了舞台。道安法师没有创立宗派，但在他之后，慧远法师被尊为净土宗初祖。他于庐山东林寺创立白莲社，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修行核心。社中着有成就者有18人，后世尊称为18贤。鸠摩罗什门下的10位高祖也构筑起中国佛教的高峰。道安法师不是站在塔顶的人，他是奠定根基的推手。梁启超说，佛教之有安，待如历朝创业期，得一名相，然后开国规模居也。没有道安法师，汉传佛教还能发展出如此制度化的面貌吗？他不是为了自己而修行，而是为了1000年以后的僧团默默铺路而行。